岁了，没有出过省，没有坐过飞机。今天我跟姐夫带丈母娘去坐飞机，完成爸的梦想。这次是受品牌方邀请，我们到杭州去给大家做一场品牌专场，正好趁了个机会带上丈母娘，我们在杭州去转一转，让她感受一下第一次坐飞机是啥子感觉。我们先开车到重庆坐飞机哈，晚上车还挺多的。现在我们在大足服务区，丈母娘晕车，给她换个位置，让她坐前面，顺便换个司机，让姐夫开一段。哥哥开车之前还先吃个橘子，这都是妈惯的。到机场了，我们也来取票。妈来，你可以上飞机了。你给我带球，我找不到他了。我们去找飞机吗？是啊看到飞机到哪里呀？我们登机口都还没找到。妈第一次来那么大的这场合，下我就把你手感挽到了，我不得丢了。你是我亲妈，我咋可能把你整丢嘛？你你莫顾到一个人跑，你要把我们带上。我带上。刚刚超载了，我们忘了去办托运，让我跟小杨出去办托运去了。丈母娘跟着哥哥已经进来候机了，我们现在去找他们。小杨着急了，生怕把丈母娘弄丢了。你们看，走路都小跑，找妈咪去了。我们候机在 F14，现在才在 F2，还有好长的距离。这女人真笨，有电梯不坐，非要走路。哎，走了半天，终于到了。丈母娘在给她看，有带了好多钱呀。哎呀，还是装的现金。哇，那飞机好大，你看得很背在整了，看嘛。啥子叫贝斯飞机好大？这个飞机确实有点大，这个飞机可能就是我们哈儿要坐的。在给老丈人发视频。起飞了，你莫然好大个飞机啊！你们说坐几百人，我说坐个几十个人的。丈母娘说她要睡觉了，因为今天送好小小厨到学校，时间就比较晚了，再赶到重庆那边花了将近3个小时，所以说我们就订的晚上11点钟的机票。你肚子饿，我去给买吃的。算了，那里面东西贵得很。贵吃啊！我去哪去给你买？你吃啥子嘛？哪儿给那两个钱？硬是一天掏。姐姐在家里带小杨总没来，所以说你看，姐夫就有点嚣张了。今天要把那瓶水喝完才能上飞机，20块钱一瓶，太贵了。给我滤一口。哎，你没喝完了。我不得喝完了，哎呀，拿起。哎，他又不是个小娃儿，他还要你照顾他吗？丈母娘今天太可爱了，闲不住。你看好照顾你们嘛。给个纸洗脸睡觉了吗？他说你们疲倦，喊你们擦一下。登机了，你看丈母娘一个人冲到前面去了。哇，这个位置太好了。现在我要给丈母娘换位置了，来，你坐里面来。还没起飞机就开始观望了，给他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，开始拍照了。姐夫一个人坐到那后面去了。你害怕不？这是我第一次60岁坐飞机，第一次哈，这就是托你们的福。有的是机会。丈母娘有点晕车，所以老汉都不敢去。他现在不敢看窗外，看窗外的话，他感觉有点晕。The following disruptive acts are not allowed. Damaging facility. 乘务员立即操作做好前方安全监控，可免接近。行李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妈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回去坐不坐飞机？还坐。现在已经是凌晨的1点钟了，外面有车接我们现在去酒店。来进。哇，漂亮啊！你稍微整理下东西嘛，我就叫你外卖，一会儿就到了哈。吃点东西再睡哈。奔波了一天，终于到了。其实杭州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哈，曾经我在西湖边打工3年。这是托尼老师的房间，一个人睡2张床，巴适。我们的外卖来了，我去，现在都那么高档吗？我看你往哪走？请一下，开门。哦，哇塞，太哇塞！来，哥哥你好，哥哥。一起我。该干嘛干嘛。好，回去吧。走吧。哎，走了。不是我来试一下，搞个张还屋里。我去，这么久吗？你搞破坏吗？你怎么进电梯啊？哎，电梯自动开，太神奇了！哎，我们的牛肉汤，他们的稀饭，把你们误忙的应该。哎呀，你这么可怜呐、
早饭粥太多了，我和妈分着吃，吃到睡一觉。哎呀，你看这大片的牛肉，好久没吃过杭州那边的美食了。小声点儿，已经像8辈子没吃过一样。过了，今天出发解决任务的给我们煮的稀饭，杭州的味道吃得来不？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说普通话了哦。我憋不出来了。你憋不出来无所谓，关键哥哥要憋得出来哦。哥说我们的川普还是可以哈。要得。吃饱真好。丈母娘、姐夫他们都去休息去了。接下来在杭州的2天，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神马暖冬专场和苏泊尔小家电。有需要的朋友，请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。一连来带货，肯定有极个别的朋友不理解，但有时我在想，为啥子别人可以，而我们就不行？其实，作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的人，更加应该努力才对。如果我们不努力，或许我们的父辈这一辈子都没有坐飞机的机会。我的2胎诞生以后，我们一家4口还会继续挤在一个70平的小房子里面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。我觉得我们只要利用好手上的资源，给大家把好质量关，尽量给大家提高性价比。我相信绝大一部分朋友还是非常支持跟理解我们的。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那个地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是超小厨，拜拜。小杨已经睡觉了，拜拜。